2025钟表奇迹展 Watches and Wonder 马上就要来了。每年这个时候，品牌们争奇斗艳。对于咱们这些新奇的观众，不如咱们先来过过瘾，猜猜品牌们会有什么王炸新品。咱们先看瑞士老大哥劳力士，这个在2024年销售总额碾压了几乎所有品牌加在一起的巨头，依然是每年钟表与奇迹的当红炸子鸡。2025年刚好是劳力士品牌成立的第120周年。虽然说比起不少这些在19世纪就成立的老牌子们，劳力士还算一个年轻人，但是我觉得这也更加显示了钟表界总有后生让你可畏。虽然我自己最喜欢30年代到40年代的古董劳，但是让现在的劳力士复刻一个1905年品牌创立之初的设计，或者让他们重现 Art Deco 的风格，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。不过今年可是 GMT Master 系列70周年，这个为泛美航空 Pan Am 打造的经典款传奇的型号6542，是劳力士跨时区旅行表的开山鼻祖。我大胆预测一下，今年它会不会出一个白盘 GMT， 致敬一下稀有的古董款式。古董 GMT 大家看到清一色都是黑盘，叫做 Albino 的古董劳力士 GMT 白盘，虽然有争议是不是出厂就存在，但白盘这个盘是真实存在的。劳力士一般来说呢，不喜欢争议性话题，出了个白盘的 GMT， 相当于确认了以前古董白盘的存在，算是有不小难度。但要是说希望也是有的。GMT 上最近才出过陨石盘和蓝色表盘，这次要不劳力士再突破一下自己的审美定势，或者更刺激一点，干脆给我们一个铂金表壳配 Jubilee 表链，再来一个标志性的冰蓝表盘。作为 GMT 的粉丝们，我们一起期待一下。卡地亚向来最懂怎么让表迷们心里痒痒的，复刻的 Bond Street 的 Crash， 还有铂金链带的 Tank Nobel， 或者是妖娆的弯曲的 Tank Suntree， 每次一出手都是教科书级般的优雅暴击。这个品牌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会贩卖一个审美想象力。那些戴在 Duke Ellington 手上的奇趣设计，我们之前做过一期爵士乐手和腕表的专题视频，大家可以点击去查看。时隔100年依然前卫的要命，尤其是当下这种复古 Vintage 还有这种 Art Deco 风格的艺术回潮，卡地亚20年代那些实验性的设计，简直看起来就是穿越到今天的彩蛋。比如1997年品牌150周年复活的 Tank Aguche， 今年会不会就在整些新的活呢？我个人赌个5毛钱，今年会有一些材质创新或者盘面布局的革新，既保留装饰艺术的精髓，又会玩出新的感觉。我们搓手期待就完事儿。最后说一说我自己的私心时间，曾经痴迷于百达翡丽对完美的偏执，那些精妙的设计细节，让人眼花缭乱的复杂功能。古董 PP 我恨不得全部都给我收了，但现代款我总感觉差了一口气。就拿最经典的万年历计时来说，能把2大复杂功能做得举重若轻，戴上手还特别舒服，这才是 PP 应该有的水准。但现款5270面世10年了，我怎么就爱不起来？小表盘下沉的设计，还有2个生硬的小开窗，破坏了表盘的平衡。41毫米的表径也比起经典的2499、3970也更加显得笨重。所以我这次斗胆在这儿许愿 ，PP 能不能做一块真正传承精髓的万年历计时？还是把表壳线条做得干净利落一些，让复杂功能腕表回归佩戴的本质。这才是你们当年封神的绝招。